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运算放大器的外特性，并且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外特性，用我们已经学习过的电阻、受控元等简单的元件对运算放大器进行建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运算放大器的传输特性，这是指它工作在开环情况下的传输特性。我们把运算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记为 UD，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UD 的参考方向。对于一个实际的运放，它的输出与 UD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条曲线来表示。为了简单起见，我们用这样一条折线来近似它。这条折线呢有两个拐点。拐点对应的横坐标，我们分别记为 UDS 和负的 UDS。可以看到这条折线分成3段，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。第一个区间我们称之为线性区间，就是中间过原点的这一段。在这一段里面 ，UD 的绝对值小于 UDS， 并且输出等于 A 乘以UD， 这个地方的 A 就是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。比如我们前面看到了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的饱和电压，比如说是14伏，然后它的开环电压增益是10的5次方，那么 UDS 是一个非常小的值，只有 0.14 毫伏。在一般的电子线路当中，噪声或者说干扰几乎就可以达到这个数量级。第二个区间我们称之为正饱和区间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区间。在这个区间内呢 ，UD 是大于 UDS 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输出 UO 是保持不变的，它就等于正的饱和电压。第三个区间我们称之为负饱和区间，是左边的这一段。在这个区间内呢，UD 小于负的 UDS， 输出也可以看到保持一个恒定不变的值，它就等于负的饱和电压。那在我们这一讲里头呢，首先我们先着重考虑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间的情况，也就是工作在中间这一段的情况。好。对于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间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输出和输入之间是存在着 UO 等于 A 乘以 UD 的关系。再结合我们前面学过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，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电路模型来表示它。它的输入电阻是 Ri， 输出电阻呢是 Ro， 它的输出电压与同向输入端、反向输入端之间的差值存在着这样一个放大的关系，就乘以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增益。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Ri 要做得非常大，一般都会在兆欧数量级，而 Ro 呢要做得非常小，一般是在欧这样一个数量级。这是我们刚才已经给出来的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。那么当运算放大器作为负载接到外电路，或者说当一个外加的电压信号加到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运算放大器就等效为一个电阻。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来表示它，而 I 就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，而 US 和 RS 就表示接到运算放大器上面的一个电压信号。显然我们希望运算放大器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电压信号，也就是说希望 Ri 上面的电压要尽可能的接近 US， 理想情况下 Ri 上面的电压就等于 US， 那当然这个时候 Ri 就应该趋于无穷大。这就是我们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为什么要做的特别大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本身现在向外提供电源带负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运算放大器可以
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的串联。这一点同学们在学完戴维南定理以后就会明白为什么。这就是一个负载。显然，为了使得负载上获得尽可能多的输出电压，应该希望电源的内阻越小越好。理想情况下，RO 我们希望它应该是趋于0的。好，现在RI 趋于无穷大，RO 趋于0，那么这个运算放大器的电路模型呢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简化成下面这种样子。在这个里头，输入电阻等于无穷大，而输出电阻等于0，输出和输入之间就是简单的这样一个倍数关系，就是用一个压控电压源来表示。